我跟他在一起1年多时间了，他比我大几岁。本来我觉得大我几岁没什么事儿，可是我突然间发现他占有欲特别的强，他总是想尽办法的控制我的生活，打扰我的生活。我只是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留住他，我真的很爱他，我不想跟他分手。我的同学还有我的老师，甚至我的家长都认为我是一个坏女孩，天天都出去外面玩，整天夜不归宿的。可是我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我之前有过2段很失败的感情，以至于我对女人所说的话都会怀疑。但是当我认识她的时候，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善良、很单纯的女孩。她简直就不是在爱一个人，把我当一个宠物一样控制着。我已经受够了这种生活，我不想跟她在一块了。今天我一定要跟她分手。到底逼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来，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小龙27岁，来自陕西，硬件工程师，学历大专；女主人公小华21岁，来自广东，学生，大专在读。来，有请2位。你们俩谈恋爱谈了有多久了？我们俩谈了1年多。你在小片里说他对你控制的特别严。对，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对我非常好，很体贴入微。没想到他的占有欲是特别的强，不管我做什么事情，他都会不相信我。有一次他生日嘛，就前段时间，我只是好心做了份兼职，买了份礼物，准备过生日给他过生日。然后我就回头吩咐跟我的同学说，我要去找我男朋友，我手机肯定关机的，要去给他个惊喜。回头要是给你们电话的话，那我打你电话打不通啊，我肯定会着急啊。等等，你接着说啊。然后我就跟他说，如果说他们打你电话，你就跟他说我生病了，在休息。回头呢，我男朋友真的给我同学打电话了，电话里头那个口气我真的是无法忍受。他说，除非他是病得快要死了，不然你就一定要让他给我听电话。我觉得对一个男朋友来说，最起码他说这句话是不对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同学一生气之下就把电话给挂了。他还不服气，他还直接打电话打到我家里去了。他说你家闺女啊，病得快起不来了。你快点去看一下他，要么他就是出去外面跟男人瞎玩去了。我爸妈听了真的是一肚子火。那实际上面等于你把电话关了，你想给他生日一个惊喜是吧？是，我只是想给他个惊喜，所以我才关机的。在平常的生活里，他会这样管得很严吗？反正我去到哪，他都会去管着我。我为什么管你管得那么严？还不是因为你骗我？我骗你什么了？我不就是因为上次同学聚会的事，你至于一句话就把人家骂得狗血淋头吗？你觉得你这样子不对吗？还是怎么样呢？你同学聚会也好啊，那你为什么你男同学跟你说我亲爱的，我好想你，我们同学聚会你来吧？有这样的男性朋友吗？拜托，一句亲爱的我想你怎么了？我们是多少年的高中同学？你说3年？我就是觉得我头上绿绿的，我就是不爽，我不相信你头上我觉得你们俩之前肯定有问题。你头上怎么绿了？你们俩是不是没断亲啊？没断亲就跟我好了？哎，拜托，我们只是普通的同学关系而已，为什么你一定要把男生想的都那么龌龊呢？你知道他怎么样吗？我走到路上，一个男同学跟我打招呼，他心里就不爽了，你知道吗？你觉得至于吗？他不就是打声 hello 你好吗？这最起码的社交，难道你不会吗？难道你没骗我吗？你上次明明是说自己去上晚自习，结果跑到 KTV 去了。是，我承认我那一天是骗了你，但是你有想过我为什么骗你吗？还不是因为你整天把我压得我受不了，你整天不让我出宿舍门，一出宿舍门就要打声电话告诉你我在哪里。而且那一天我定好了半个小时，我准时回宿舍了。他不就是看到我同学发了一张有我的合照吗？他直接打电话过来，他说你马上给我滚回宿舍，不然让你好看的。你就是出去偷。我还不是为了你安全着想吗？我还不是为了我们俩能好和平相处吗？我真的很害怕，我是很爱你，我是怕你跟别的男人跑了。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为什么你老是要这样管着我呢？你不觉得我很累吗？小龙啊，你会觉得这些都是出于爱是吧？对，我觉得我很爱他，我真的是放不开他。我觉得你那根本不是爱，你知道吗？你简直像把我囚禁一样，我不是你的宠物好吗？他会看你的电话吗？他会，他简直把我的同学的备份都考过去了，你知道吗？一有什么事情，我告诉他我在哪，然后他就不相信，他还要回头问我的同学他在哪。等于说。你的这个，那是因为你之前骗过我，所以我才那样做的。我没有骗你，我从头到尾都没有骗你。你总说我骗你，我到底哪骗你了？你说？不用吵啊，小华，你能非常明确的告诉我，如果没有这些行为的话，他的这些行为的话，
你爱这个男人吗？我觉得他刚开始真的对我很好，我觉得就像一个父亲一样，我觉得就有那种感觉，像一个父亲一样。因为他对我非常体贴入微，我觉得可能也超出了爱情，但是我觉得我很喜欢那种感觉，他给我的感觉很好。但是你没想到后来一步一步变成这样是吧？对。好，27岁，你以前谈过恋爱吗？以前谈过2次。因为什么分手啊？我第一个女朋友，当时我在苏州认识的，我们俩好了1年多，我们好的时候真的特别特别好，她很漂亮，很善良。你也这么看人家吗？但是我没想到，我跟她求婚的时候，她跟我说，她已经是妈妈了。哦，就是你爱上一个单亲妈妈是吧？她没跟你说是吗？对，她谈了多。相信我呢，还要被你在电话里面臭骂一顿，你知道我当时都哭了，我至于受委屈吗？我只是个学生。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那时候我们公司是做电子的，然后在广州有很多电子展。然后他去我们那边的电子展做兼职，然后我们俩就通过那个认识的。然后我就是经常帮助他，然后我们就一来二去的就很熟。当时我就不应该认识，你知道吗？不然我生活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我现在在我妈妈眼里，在我的同学老师眼里，我就是个坏女孩。我整天出去外面瞎玩，就是不回家。可是我没有。为什么老师和同学眼里会这样？就是因为上次他生日那回事给我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我到现在我同学都很排斥我，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们觉得你是在撒谎，你跟我说你去找你男朋友，可是你爸妈电话里头不是这样的。而且辅导员来找的时候，你也不在宿舍，你不仅骗了你爸妈，还骗老师骗同学。可是我真的去深圳找他了，他就是不相信我。那我怎么能肯定你来深圳找我呢？那你生日那天他有没有到深圳找你啊？我没发现他的时候，我就找了他爸妈，然后等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我才看到他了。你觉得你至于吗？不就是我跟你之间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吵到家人呢？他们年纪也不小，你知道吗？姑娘，你跟他提过分手吗？我经常都跟他提，可是他就是不放我走，你知道吗？我很难受。你指的他不放你走，指的是什么？每次他都不相信我，我说可以，你真的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任何一句话，那你为什么还要选择跟我在一起？你当初选择跟我在一起，不就是因为我跟你之前2个人不一样吗？那你为什么现在还要这样子控制我生活？我根本没有生活了，你知道吗？我现在我觉得连活着的意思都没有了，为什么还要跟你在一起？不是你跟他明确的提过分手吗？我经常都跟他提的，可是他真的就是不愿意放我走。那你有没有通告你所有的这个朋友和你的亲属圈，说这个男人从今天开始不再是我的男朋友，你们可以不要去接受他的任何骚扰？有说过吗？我没有这样的表明，因为我所有的电话号码什么之类的，就连微信 Q 号码、密码都知道，他随时可以删掉的，就算我写上去也是没有用的。他就是表明了不愿放我走，我觉得我生活真的很难受。凭什么呀？因为我很爱他，我真的很爱他。我觉得你不是爱，你在囚禁我，不是个犯人好吗？为什么要对待一个犯人的样子对待我呢？哎，听着其实挺心痛。接下来怎么办呢？老师们，到你们奉献智慧的时候了，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这哥们是个特别对爱情很认真的人，可能认真到了执着或者说偏执的程度。前2次的感情经历对你有伤害，但是这个伤害没好，他在你心里留下的那个烙印和伤痕没愈合，你不懂得如何让它愈合，没愈合的结果是你从抑郁走向了可能有点偏执的这个程度，偏执之后的表现是有些暴躁或者说狂躁。我不客气了的说，是你自己身上的创伤或者病没好，但是你希望通过给别人打针吃药的方式帮自己治病。你通过去控制他，用所谓爱的名义去控制你爱的人，来满足自己一种有点病态的爱情。我也是希望能跟他在一起。你希望跟他在一起，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跟他在一起。你采取的是伤害和囚禁的办法，没有一个真正爱你的或懂得爱的女人敢跟你在一起。你自己的问题不解决，没有人能受得了你。这个并不好，一个病人是很难获得一份健康的幸福的，你明白吗？我说的是病人是加引号，如果你想医好自己，不是靠别人来帮你舔伤口，是你自己去治愈它，或者通过专业的帮助。你得离开自己不正常的状态，去把伤治好，你才可能获得幸福。然后姑娘，你喜欢的父爱型的这种恋人，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发展成
禁锢性的爱情，不是所有的负爱情的都会导致这样窒息的结果。但是很不幸，你碰到了一个在爱情上受过伤的男人，就算分手，也别哭哭啼啼。如果还有一点爱，就帮助他；如果你觉得离开是最好的方式，那也比较平心静气地说，请放我走，我希望你能过得好。男孩曾经被女人隐瞒，你觉得上当了；曾经被表弟夺爱，你觉得伤心了，很糟糕的事情。但它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你根本就没有静下心来去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情况，而是直接的自己自信心就完全丧失。你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能力去爱一个人，所以你在开始另外一段感情的时候，你就采取了非常错误的方式。你改变不了前人，你就折磨后人，非要用一种无中生有的猜疑来当成前车之鉴，去控制他，去占有他，这满足自己的内心的那点卑微。所以你给到他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控制。但这控制越强，失控的速度就越快。最伤感情的事情就是以感情来要挟对方。所以目前这个状态，我同意马老师的观点，你不适合继续跟他交往，或者说你不适合跟任何的一个女孩交往。女孩，我觉得正是你的当断不断，才导致了现在你自己痛苦的一个现状。为什么说了那么多次分手，就是他一次一次来纠缠你，你就又从了？这不就是对他的一种纵容吗？他这种行为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你就是被他控制住了。所以你也要让自己独立起来。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你已经习惯了他对你的控制，让自己独立起来，也是让自己内省一下，然后再去开始你的另外一段恋情。万一你要遇到一个控制欲比他还强的怎么办呢？你要从这次恋情当中得到教训。女人要独立，再爱这个男人，她也不能把自己全身像一个依附品一样送给这个男人。你要自身的价值，好不好？好。男孩，我今天只跟你说，就不跟女生说了，因为我特别有话想对你说。在这个舞台上，类似于像你这样的安家合适的男友，你不是第一个。你当然做的不对，很不对，但是我很能够理解你，因为你我有相同之处。我们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苛刻，对对方极其苛刻，对自己也极其的苛刻。说的好听叫完美，但是太过了，有的时候确实有点不正常。第二，容易走极端，很多事儿容易上升到一个高度而难以自拔。但你我之间有一点是不一样的，你太容易记住仇恨，而我更善于记住幸福。在这个场上，大概有两个人是最能够同情你的。第一个人已经说他同情你了，就是马丁。马丁数次在节目当中谈到他以往的痛苦的爱情经历，但他现在很幸福。我猜原因也是你更容易放下仇恨，更容易记住幸福。第二，赵老师，他经历过2段失败的婚姻，但他现在也很幸福，因为他忘却了仇恨，他重新踏上了真诚，这一点很重要。他们之所以说你现在不适合谈恋爱，是因为你还没有放下仇恨，没有准备拥抱太阳，你心里根本没有放下，这样会让自己难以自拔，特别的痛苦。所以我告诉你，把仇恨写在沙堆上，把幸福刻在石头上，不光你会自己快乐，也更容易让你抓住幸福。从今天开始放下仇恨，好吗？我尽量努力做吧。不过3位老师的话我很受教，让我喜欢这个节目。我先说点题外话。我们2个刚从美国回来，美国好多观众啊都是咱们同胞，特别喜欢天津卫视这个爱情保卫战，因为我来过几次展。所以这次接到这个约请呢，我们2个早晨5点钟就起床了，从北京就出发到天津来，就因为这个节目我们很喜欢。它让我们长见识，开眼界，反映生活，通过剖析个案能够警示我们的人群。这就是电视的功能，也是这个栏目的特色。小龙这个小伙子一看就很健壮，
但是我觉得从你的外表，通过外表看到你内心，我觉得你不够自信。就分得坚决点儿，别拖泥带水，没有分不开的手，只有不想放手的手。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真的很爱你，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就是因为我不想，真的不想失去你，所以才这样做的。我觉得我们俩之间就此为止吧。我现在还走。你要不爱他，你就可以这样。两位请回。来，请关门。面对这样一个曾经受过伤的一个男人，他所产生的这么强的控制欲，我们现场有多少观众是可以理解说，因为受伤，所以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控制另外一个女人？可以理解的选赞成，不能理解的请选择反对。来，各位请选择。现场100%的观众对这样的做法都不能理解，找2个观众代表来做一个发言。就是我感觉就像刚才这位先生说那个，就是他控制欲太强了，没有就是搞对象来说的情况下。就是我感觉任何一个女生都不会去同意，都不会接受。如果是一个女孩子这么控制你，你接受吗？那肯定不接受啊。所以信任对大家来说都特别的重要，对是吧？对。来，我们再请那位观众朋友哈。对于这种把那个女孩要掌控在自己手中的这种现象，我也是特别不能赞同。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都有自个儿的一个圈子。他都有自个儿那种，处理事情的方法，他没必要条条框框都约束的这么清楚。你会吗？如果是你会吗？我绝对不会这样。绝对不会。那你接受女孩子这样对你吗？那也不可能。好，谢谢你啊。接下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一起来数5个数：5、4、3、1，请开门。还准备纠缠吗？小莲，我想跟你说，如果以后你能碰到一个像我这么爱你的男人的话，如果你嫁给他，我会真心的祝。谢谢你，请回，祝幸福。好，真好，谢谢老师，谢谢大家。